有些时候，真正让人疲惫的，不是得不到，而是你已经为了得到一件事，把自己绷得太紧。你一再告诉自己要更努力，要更专注，要再多做一点什么，仿佛只要再往前一点点，那个你渴望的结果就会出现。可是很奇怪，越是这样，内心反而越不安。那种不安不是因为事情没有发生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把得到这件事当成证明自己的方式。你开始用结果衡量自己，开始在每一次没有如愿的时刻，默默质疑自己的价值。你会想，是不是还不够好？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不是还需要再多做一点什么？于是你更用力，你更努力维持状态，更努力让自己看起来稳定，更努力压住那些不确定与焦虑。可是内心其实很清楚，那不是前进，那是一种紧抓不放的状态。那种状态很像你一直握着拳头，以为这样才能抓住东西，却没有发现手掌其实早就因为太用力而僵硬。真正的转变往往不是发生在你更努力的时候，而是在你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用力过头的那一刻。那一刻很微妙，你没有放弃，但你也不再逼迫。你开始慢慢松开，不是因为不在乎，而是因为你开始看见那份在乎里面混着太多焦虑与不安。当你愿意这样看见自己，某种空间就出现了。你开始允许事情不那么快发生，允许自己暂时没有答案，允许渴望存在，但不再让它变成压力。这种转变很安静，没有戏剧性的突破，没有突然的奇迹，只有一种慢慢松动的感觉。你开始发现，原来之前那种紧绷才是让一切停滞的原因。因为当你太想要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告诉自己，我现在还没有。而这种感觉会不断被放大，直到你愿意停下来，让自己从那种匮乏的状态里稍微退开一点。不是否认渴望，而是把注意力从一定要得到慢慢移回我现在的状态。你开始去感受此刻的自己是不是放松的，是不是稳定的，是不是允许一切发生的。当这些感觉慢慢出现时，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，你不再那么用力追了，但事情却开始一点一点动起来。有些机会出现了，有些关系变得自然了，有些原本卡住的地方突然有了新的可能。那不是因为你做了更多，而是因为你不再阻挡。你开始明白，原来真正的吸引不是来自于拼命抓住，而是来自于一种内在的松动。那种松动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信任。你不再急着证明什么，不再用结果定义自己，你只是让自己回到一个比较自然、比较开放的状态。在那个状态里，渴望不再是压力，而是一种轻轻存在的方向。而当方向存在，但没有被紧抓时，流动就会开始。你会慢慢发现，原来那些你以为需要努力追赶的东西，其实一直都在路上。只是过去的你太用力的想抓住它，反而让它无法靠近。当你终于愿意松开，那种靠近才真正发生。一开始，你以为所谓的放下是一种失去，好像只要一松手，那些你在意的、努力过的、期待的，就会从生命里滑落，再也回不来。所以你没有真的放下，你只是暂时不去想，只是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冷静，比较理性，比较好像已经接受了。但内心其实还在拉扯。你还是会在某些时刻突然想起，还是会在夜深的时候反复回想，还是会在心里默默期待。也许事情会突然转变，
也许一切还有机会。那不是放下，那只是把在意收起来，但没有真正松开。真正的放下，不是一个动作，而是一种很深的理解。那种理解来得很慢，它不是你努力说服自己得来的，而是在某个时刻，你突然看清楚了一件事。你发现自己一直抓着的，其实不只是那个结果，还有对自己的某种期待。你以为只要得到它，就能证明自己是对的，是被肯定的，是值得的。当你开始看见这一层，内心会出现一点动摇。你会开始问自己，我真的需要这样证明吗？这个问题不会立刻有答案，但它会慢慢松动你原本的执着。你开始意识到，那份紧抓不放，其实让你变得越来越疲惫。不是因为事情本身困难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对抗，没有发生。那是一种持续消耗的状态。于是有一天，你没有刻意做什么决定，只是突然不想再这样对自己了。不是放弃，也不是失望，而是一种很安静的转念。你开始允许事情就是现在这样，允许没有答案，允许没有结果，甚至允许不再去期待。那一刻，内心会出现一种空。那个空一开始有点不习惯，甚至有点不安，因为你少了那个一直紧抓的东西。但慢慢的，那个空开始变得柔软。你开始在里面呼吸，开始感觉到一种久违的轻松。你不再一直往外看，不再等某件事来证明什么，你只是回到自己身上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很奇妙的事情开始发生。不是剧烈的改变，而是一种细微的回应。有些原本停滞的事情，开始出现新的动向，有些关系变得比较自然，有些机会在你没有刻意寻找时出现。你会有点困惑，为什么在你不再那么在意的时候，事情反而开始动了？但如果你仔细感受，你会明白原因。不是世界突然改变，而是你不再用对抗的方式存在。当你真正放下时，你释放的不只是执着，还有那些隐藏在执着里的抗拒、焦虑、匮乏。那些东西原本一直在阻挡流动。你以为自己在追求，其实你也在抵抗。当这些抵抗慢慢消失，空间就出现了。而回应总是在有空间的地方发生。你开始明白，放下不是失去，而是让一切回到原本可以流动的状态。你没有变得不在乎，你只是少了那份紧绷。那份轻松，让你重新回到自己，也让世界终于有机会回应真正的你。那一刻，你其实是知道的，你抓得太紧了。不是因为你没有努力，也不是因为你不够在意，而是因为你太害怕失去，所以每一个靠近的瞬间都变成了另一种紧绷。你开始反复确认对方的反应是不是还在，事情的走向是不是正常，那份原本自然的连结慢慢变成需要被维持的状态。你没有察觉，但内在其实已经改变了。从单纯的喜欢变成了害怕失去，从自然的流动变成了刻意的控制。这种转变很细微，甚至很合理。因为当你在意，就会想守住。可是你忽略了一件事，真正能留下来的东西，从来不是被抓住的，它是愿意停留的。当你开始用力的时候，你其实在传递一种讯号。我怕它消失，而这种感觉会让整个关系、整个状态开始变得不稳定。不是因为对方想离开，而是因为那份压力让一切变得不再轻松。你会发现，越想靠近，反而越容易拉开距离；越想确认，反而越容易失去原本的信任。
那不是命运的捉弄，而是一种很直接的反应。因为流动需要空间，而你给的是紧握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真的累了，不是对那件事失去热情，而是对这种一直抓着的状态感到疲惫。你开始问自己，如果不这样，会怎样？这个问题一开始没有答案，甚至让人不安。因为放松对你来说像是一种风险，好像只要一松手，一切就会消失。但你也慢慢看见，其实你一直抓着的时候，它也没有真的变得更稳定。于是你开始尝试，不是完全放弃，而是稍微松一点，少一点确认，少一点预设，少一点在脑中反复推演。你把注意力从会不会失去慢慢拉回现在正在发生什么。这个转变很安静，没有戏剧性的转折，只是你开始不再那么用力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些变化，那种原本紧绷的感觉开始慢慢松开，关系变得比较自然，事情的发展也不再那么卡住。你没有做更多，反而是做得更少，但那种更少带来了更多空间。你开始理解，原来不是你抓得不够紧，而是你抓得太紧了。原来真正能留下来的，不需要被紧握，它会在你愿意松开的时候选择留下。而那些会流失的，其实也从来不是因为你松手，而是因为它本来就不属于那种被控制的状态。当你终于看懂这一点，内心会出现一种很微妙的转变。你不再那么急着抓住什么，也不再那么害怕失去。你只是让自己待在一种比较开放、比较松动的状态里。在那里，一切开始回到自然。你会慢慢发现，真正属于你的东西，从来不需要你用力抓住。而当你愿意松开时，留下来的才是能够长久的。你是不是也曾经这样过？不停往前跑，努力靠近某个你认为重要的东西，一段关系，一个机会，一种理想的生活。你告诉自己不能停，因为一停下来，好像就会被落下。所以你习惯了追进度，追回音，追一种确定感。每一次接近，你都会更用力一点，每一次没有如愿，你就再加快一点速度。久了之后，你甚至分不清楚自己是在前进，还是在逃离那种还不够的感觉。那种感觉很熟悉，像是内心有一个声音一直提醒你，如果你不再努力一点，如果你不再快一点，你就会失去机会，失去被看见，甚至失去被选择的可能。于是你不敢停，即使很累，即使心里其实已经有点空，你还是继续往前。直到某一天，你真的跑不动了。不是外在出了什么问题，而是内在忽然出现一种疲乏，一种你再怎么努力也撑不住的感觉。你开始慢下来，一开始有点不安，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退步，是不是错过了什么。但在那个慢下来的过程里，你开始看见一些以前没有注意过的东西。你发现，原来很多你以为需要追的东西，其实并没有那么远。只是过去的你，一直用不够的眼光在看自己。当你觉得自己还不够，你就会不断往外追，试图用结果来填补那个缺口。可是那个缺口从来不在外面。当你开始停下来，不再急着往前，不再急着证明，那个原本被忽略的内在开始慢慢浮现。你开始感觉到自己，开始注意当下，开始让那些原本被压住的情绪有空间流动。那个过程没有很戏剧化，甚至有点安静。
但就在这样的安静里，一种转变正在发生。你不再那么渴，不再那么急着得到什么。不是因为你放弃了，而是因为你开始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空的。当内在不再是匮乏，外在的节奏就会开始改变。那些你曾经拼命追逐的东西，不再需要你用力靠近，反而在你没有刻意追的时候，一点一点出现在你的生活里。可能是一个刚好的机会，一段自然发展的关系，或是一种你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状态。你会有点惊讶，不是因为它突然出现，而是因为你没有在追它。你开始理解，原来过去那种拼命追逐，其实是在把自己放在一个还没得到的位置。而当你停止追逐，你也同时离开了那个位置。你不再是缺少的那个人，而是已经在状态里的人。这种转变很难用外在行为解释，但你会很清楚地感觉到那种从内在涌出的稳定。当你站在这样的位置，很多事情就不需要你去追了，因为你已经不再往外寻找，你只是让自己存在。而在这样的存在里，渴望不再是远方的东西，它开始有了方向，有了路径，甚至开始靠近你。你会慢慢发现，不是你变得更厉害，也不是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你终于停止用追逐的方式生活。当你不再追，那些原本需要你奔跑的东西，才有机会走向你。一开始，你以为阻力来自外在，来自那些不如预期的结果，那些卡住的进展，那些明明已经努力却没有回应的时刻。你觉得自己只是运气不好，或是还不够努力。于是你试着修正，你调整方法，改变节奏，试图找到那个对的方式，让事情顺利发生。可是无论怎么调整，总有某个地方不顺。不是完全停住，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卡，像是你明明在前进，却始终带着一点阻碍，一点不自然，一点需要用力才能维持的状态。你开始觉得累，不是因为事情太难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对抗某些东西，对抗不确定，对抗失控，对抗那些没有照你期待发生的情况。你很习惯这样的对抗，甚至不觉得那是对抗。你只是觉得，如果不这样撑着，事情就会变得更糟。可是某个时刻，你开始看见一件事，那些让你感到阻力的地方，其实不是外在造成的，而是你内在对事情应该怎样发生的执着。你一直在心里写好剧本，希望一切照着那个版本进行。当现实没有符合时，你就开始用力修正。那份用力就是阻力的来源。当你试图让一切符合预期，你其实同时在拒绝所有不符合的可能。而那些被拒绝的部分不会消失，它们会变成拉扯。一边是你想要的方向，一边是现实正在发生的样子。你夹在中间，不停调整，不停对抗。于是你开始问自己，如果不再这样，会怎样？这个问题一开始让人不安，因为不控制听起来像是放任，像是失去主导权，像是把一切交给未知。但你也慢慢发现，你一直以来的控制其实也没有真的让事情更顺利，反而让你更紧绷。于是你开始尝试另一种方式，不是完全放手，而是先停止对抗。当事情没有照预期发生时，你不再立刻修正，不再急着拉回来，而是先停一下，让它发生。这个让一开始很难，因为它违反了你过去的习惯。你会不安，会怀疑，
甚至会想要立刻回到原本的控制。但你还是练习停留，停在那个不确定里，停在那个还没有答案的状态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一些变化。那些原本让你觉得卡住的地方，其实开始有自己的节奏。有些事情自然的转向，有些状态慢慢调整，有些你以为错误的发展，其实带你走向另一个更适合的方向。你开始理解，原来事情本来就会发生，不是依照你的控制，而是依照一种更大的流动。当你愿意让这个流动存在，你就不需要再那么用力。那种用力一减少，阻力就开始松动。你会感觉到一种不同的前进方式，不是推动，而是跟随；不是对抗，而是合作。你还是在走，还是在选择，但你不再试图让一切完美符合。你开始允许偏差，允许变化，允许那些原本让你不安的未知。而就在这种允许里，某种很轻的流动出现了。那种流动不是快速，而是自然。没有多余的拉扯，没有内在的抗拒。你终于明白，阻力从来不是世界给你的，而是你不愿意让世界如实发生时所产生的张力。当你愿意让一切发生，不是放弃方向，而是放下对每个细节的控制。你仍然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，但你不再要求路一定长成某种样子。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你不再与现实对抗，而当对抗消失，阻力也就不存在了。你不是没有发现，只是一直没有承认。有些事情越用力就越卡。你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调整方法，观察细节，反复确认，甚至试着预测每一种可能的走向。你做的越来越多，却也越来越累。那种累不是身体的，而是一种持续紧绷的内在状态。你开始习惯盯着进展，习惯在心里不断模拟，习惯用各种方式确保事情正在往对的方向走。可是在那个过程里，你也慢慢失去了某种东西，那种原本自然的节奏。一切开始变得需要维持，需要控制，需要你不断介入，才不会偏离。你没有真的问过自己，事情本来需要这样吗？还是你只是太害怕，它会走向你无法掌控的方向？这种害怕很细微，它不会直接说出口，但会藏在每一次想要确认的冲动里，藏在每一次想要加速的念头里，藏在你无法真正放松的时刻。你以为你在推动事情，其实你也在阻挡它。因为当你不断介入，你其实是在告诉自己，现在这样还不够好。而这种感觉会让整个过程变得不稳定。你会越来越难分辨什么是自然发生，什么是你用力维持出来的结果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感觉到一种很明显的疲乏，不是因为事情失败，而是因为你再也无法维持那种状态。你停了一下，只是一下，但那个停顿让你第一次真正看见自己。你看见那份用力，那份紧抓，那份对失控的恐惧。你没有立刻改变什么，只是开始意识到，或许事情可以有另一种方式，不是更努力，而是更少干预。你开始尝试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，少一点介入，少一点预设，少一点急着修正。一开始很不习惯，你会想补上去，想再次掌控，想确保一切没有偏离。但你练习让自己停在那里，让事情继续，即使它没有完全照你的想法走。这个让不是放任，而是一种观察。你开始看见事情其实有自己的节奏，
有些延迟不是错误，而是过程的一部分。有些偏离不是问题，而是在带你走向另一个可能。当你不再急着修正那些原本看起来不对的地方，开始慢慢展开，你会发现很多你曾经用力拉回来的东西，其实不需要被拉，它本来就会走，只是你太早介入，让它变得卡住。这个发现很安静，没有明显的转折，但内在的感觉开始改变。你不再那么紧绷，不再一直盯着结果，不再需要每一刻都确认。你开始在过程里呼吸，而就在这种呼吸里，阻力慢慢消失了。不是因为问题被解决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制造对抗。你开始与事情一起发展，而不是试图主导它的每一步。那种感觉不像控制带来的安全，而是一种更深的稳定。你知道自己仍然在这里，仍然在选择，但你不再需要抓住每一个细节。当你愿意让事情自然发展，你其实是在信任一种更大的流动。那个流动不需要你推，也不需要你拉，它只需要你不要阻挡。而当你不再阻挡，一切就会回到它原本的样子。那种没有多余用力的前进，才是真正没有阻力的状态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